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南怀瑾先生的人老原来有要医的论述。我们讲到精气神的问题，精气神与奇经八脉有关，年纪大的人可以用这种方法达到自救、健康、返老还童的状态。关于这方面，我们又要提到道家的修法。宋明时代有2位道家的权威，宋代的张子阳，元末明初的张三丰。另有一位是张三丰，字音相同，但张三丰在丹道和太极拳上有伟大的成就，并且有一系列无根数词的名作。中国有历史性2个最大的道家寺院，一为北京的白云观，一为四川成都的青阳宫。青阳宫有张三丰亲自写的无根数词之石碑，字体都做圆形，别有仙气。事实上，那是否真为张三丰所写，当然无法考证。不过无根数词确实为道家修炼的方法，其中涉及老人的修法如下：无根数，花正微，树老重新坚嫩之。梅季柳、桑芥梨，传与修真作二。自古神仙栽阶法，人老原来有要医。许多左道旁门不深究此词的真意，都将这阙词的意思解释为男女双修，这是很错误的。人老了等于树老了，所谓用栽阶法恢复活力，是借着宇宙间其他的力量来培养衰微的活力，而达到充实自己生命力的目的。这就是所谓精气神的利用，也就是利用宇宙间的光能将神转回为气。上次我们曾经提到看花的故事，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笑话，实际上也是树着重新坚嫩之的意思。一个人在看花的时候，将眼中的光能向后脑收回，这种力量可以刺激脑下垂体的均衡，保持着这种均衡休息的状态，一个人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渐渐由粗而细，最后达到似乎停止的状态。这时抓住了活子时，也就可达一阳来复之境，自身生命的元气就在发动了。所谓梅季柳、桑芥梨，也就是由宇宙间借来的一种力量，制造成了活子时的生命生发之力。近代的医学证明，肾上腺、性腺荷尔蒙与精有关联，但与脑下垂体也有绝对的关系。借用宇宙的光能，燃起了自己生命的活力，这不就是栽阶法吗？庄子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正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何必斤斤计较于看花、看树、看草、看虚无的天空，甚至看一堆牛粪，不都是借以借到天地间的光能吗？重要的关键不是看什么东西，而是怎么样看才能收到栽阶的效果。借着天地间的光能，可以引发一个人的活子时，这个光能具有特殊意义，与精气神的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黄庭、内经中关于神的问题，绝不是宗教上的神。目前的西方医学都致力在研究如何用光能来治疗疾病，但是所谓神的问题，却仍在灵魂学及神秘学的范围之中打转。如果有一天西方灵魂学的研究能借科学试验而得到成功与证实，则科学也将进入新的纪元。那一天如果到来，哲学以及所谓各派宗教的定义也必将面临重新改写的局势。人的身体分为3部，分别代表了精气神。神的主要在头部，气的主要在胸部，精的主要在下部。按照无根数的说法，人是无根的。人真是无根吗？不，人的根在上面，在人身所代表的脑部是神，人的根却从脑部上行入于虚空，所以人的根是在虚空之中，也是神识的根。在针灸的原理上来说，头为诸阳之首，是最重要的地方，也代表了神。摘自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。道家的思想认为，要针灸这个有形的生命，只有3种药。我再提一下，上药3品，神与气精，这是唯物的哦。精、气、神3样都是唯物的，但是它的根本是唯心的，这个里头问题都很大。所以道家认为人老是有药可医的。道家有个太极拳的祖师，那个神仙张三丰，他有名的一篇无根术我已经提过了，再提一下。人的生命是没有根的，不像植物还有一个根，人没有根，浮的，所以叫无根术。中间有很多好的名句，人老原来有要医，
老病有药医，这个药不是外药，道家叫做内丹、天元丹，也就是精、气、神。这个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不是普通的草木。这是讲内经，顺便谈谈，因为很耽误时间。我还记得有一个神仙医学书上说，三阴八实法空空，三阴八实不解释了，都是矿物质的药。三阴八实，黄金这些东西，反正是石头，中药里头普通像云母啊、石膏啊这些都用了。气活何须草木中，我们要想活，何必靠吃草药呢？西药矿物质很多，中国药草木的很多。我自练心还练骨，心头热血比丹红，最难治自己的心思想。这个思想新的东西都在老庄的书中。庄子里头好多篇讲生命科学的问题，讲修养，讲学道，可以说中国的禅宗、密宗都没有超越过它。第7卷的达生这一篇，更重要是真正了解生命重要的关键。你们诸位将来有空慢慢看，最好配合《黄帝内经》去研究。摘自小言《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》。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南老师有关人老原来有药医的论述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关注身心灵的健康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、转发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